想知道拜登上台后的美国移民政策对华人有什么影响吗？大家好，我是燕姐。我这个 YouTube 频道呢，主要是分享不一样的移民知识干货。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请一定记得关注我的频道，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移民的最新资讯了。这期视频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讲一讲拜登上台后的美国移民和留学的趋势。那么美国大选的焦点呢还在继续，根据目前的状态呢，对移民政策持相对宽松和欢迎态度的拜登会成为最后的赢家。那么拜登上台，他的团队会在上台后短期内做出哪些移民政策的改变呢？那么特朗普的任职期间移民政策一直是比较严苛的。特朗普对于移民政策做出了900多项修改。那拜登上台后，这些修改中的绝大部分将会停止执行，或者不会执行。拜登认为移民对于美国经济的推动非常重要，并且承诺要扭转川普任职4年对美国移民环境造成的改变，重新回到和深化奥巴马时期移民政策，使美国重新成为对全球人才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这对无数留学生家庭来讲，简直是个最大的好消息。拜登承诺在上任100天内会废除特朗普任期内的移民政策，例如墨西哥边境强行分离偷渡者家长与未成年子女的做法，废除特朗普对于政治庇护的年度配额限制，对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公民的签证禁令，承诺将恢复奥巴马时代对偷渡入境美国但是已经工作缴税者的公平待遇，给非法在美出生的儿童给予合法身份。那么除了这些中南美洲和穆斯林国家主义的政策放宽外和留学生和中国留学生和移民申请者相关的政策有以下几点。那第一是公共负担政策将会被终止。那么2019年的时候川普政府宣布了美国公共负担政策，并且于2020年2月24号已经执行。那么拜登政府认为要停止这个政策，任何36个月之内接受美国福利12个月以上的将会被定义为公共负担的人员。这些人员将不能申请美国绿卡、美国公民身份或者担保亲属申请美国绿卡。那么哪些行为被判为公共负担呢？最有可能发生的行为是申请联邦政府的现金援助、贫困家庭的援助、联邦资助的公共房屋、食物券。那么这些规则的改变影响最大的是华人家庭的亲属移民家庭。那第二点是拜登团队宣布将加快并改变美国陆籍申请的流程，并且不会增加申请陆籍的费用。目前川普政府的陆籍申请的目的是阻止陆籍申请。那陆籍申请中已经到了查祖宗8代的地步，查历史上申请过的 B1、B2 的 DS160 表格，查所有申请者递交过的任何表格中有没有矛盾的地方，查是不是申请过美国福利，成为过公共负担人士。那么在拜登上台以后这些严格审查将会被终止。第三点是将推进 S386 法案。12月4号的时候我收到很多在我这里办1比5的客户私信问我 S386 是不是通过了。那么 S386 是什么呢？就是之前吵得沸沸扬扬的为申请美国绿卡的所有国籍人士提供平等的等待时间的法案。它还有个名字叫高技术移民公平法。那这个法案在众议院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通过了。那这次参议院也悄悄地通过了。那么之后会再次发回到众议院征求意见，两院最终会达成一个统一的版本，递交总统签字。那么如果总统签字以后将会在2022年的10月1号执行，正式生效。那接下来就意味着美国排期的现状将彻底的洗牌。那这个方案的宗旨实际上是使美国就业绿卡制度更加公平，确保所有人无论你的出生的国家、
申请的基数的总量、所持的技能和肤色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但实际上，在美的华人呢是有人欢喜有人忧。那哪些人是欢喜的啊？这个政策对印度和中国这样子庞大基数的申请移民的大国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其中受益的中国家庭是哪些？中国的 EB5 投资移民的申请人， EB1A 的杰出人才， EB2 里面的 NIW 类型杰出教授和科研人员， EB1C 的跨国公司经理或执行官，以及呢申请美国担保移民的华人。那么对哪些人是不利的呢？刚才讲了，有人欢喜有人忧。那么不利的呢，是对未来几年以后提交 EB2、EB3 绿卡的普通技术类和劳工类的申请者。那在议案的最后一页，只有一个段落，非常简短地指出，禁止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方有关人士入境和办理绿卡。那这一条呢，是对有这种华人身份背景的申请人是不利的。那我的理解呢，首先呢，无论什么议案，在目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下，这个条款都会出现。其次呢，对于共产党背景人员禁止入境呢，是和美国宪法有违背的。所以最后这条争议会非常大。那么拜登上台以后，肯定的一条呢，是不会再挖你祖宗八代有没有查你有没有祖上有共产党员，或者呢有没有当过兵的亲戚。那么第四点呢，是逐步恢复和开放领馆的签证申请。目前中国领馆签证申请呢是处于关闭的状态，这个主要还是政治因素的影响，不是疫情的原因。那如果是疫情的原因呢，中国是最安全的地方。拜登上台以后呢，将逐步恢复领馆签证申请和对于移民申请所以呢，对于移民申请和面试将有望重启。那第5点呢，将免除对 STEM 领域博士申请的签证和 OPT 就业的各种限制。那2019年5月29号特朗普宣布禁止支持军民融合战略的中国留学生持 F 类、J 类签证赴美深造学习。那么这个规定呢，已经于2020年的6月生效了。那么拜登上台以后这条禁令肯定是会被废止的。第6条呢，将停止特朗普的 H1B 的签证的抽签制度，不增加薪资门槛。值得高兴的是特朗普这个堪称史上最严的 H1B 签证的新规，在正式的生效前已经被美国法院驳回了。那特朗普呢，这个计划要是成功的话那我们中国留学生预计将会有2/3的人是拿不到 H1B 签证的。因为绝大部分应届的中国留学生只能拿到 Level 1的薪水，连抽签的机会都没有。那拜登呢已经表示要增加 H1B 和绿卡的数量，免除各种限制，扩大 H1B 考虑的范围，并且呢不再增加薪资的门槛。这个对留学党来说无疑是个大好消息。第7点拜登表示也将会国会合作呢，推进美国移民制度的现代化改革。那现在呢，美国移民系统呢是中央系统化的处理申请，好处呢是防止了舞弊的行为，坏处呢是效率低下。那拜登上台以后想要全部的电脑化现代化改革，但我呢预计呢这个推进将非常的缓慢。另外呢，这也不是总统行政令能够执行的，需要呢国会通过。所以总体来说呢，对这个拜登上台以后，对新移民或者是留学生呢，政策主张呢是会更加的友好。当然了，拜登面临的是呢已经被特朗普深刻改变的移民系统。那么特朗普政府呢，已经在移民领域采取的900多项行政措施呢，已经在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呢，拜登要彻底消除这个影响，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在美国体制下还有2党的博弈。好了，今天的分享的干货就到此为止。我是燕姐，关注我，给你分享不一样的移民知识。